2022年2月，俄乌战争全面爆发。经过2个多月战斗，俄军艰难地攻下了乌军死守的马里乌波尔地区。而当俄罗斯红星电视台的记者到达伊里奇冶金厂进行实地采访时，竟意外地在乌军遗留物品中发现了一本写着中文名字的《孙子兵法》。众所周知，当时乌军被俄军困守在此地，处在弹尽援绝的绝境中，居然还研读《孙子兵法》。不得不说，《孙子兵法》作为中国古代经典军事著作，虽然距今已有2500多年，但其思想在现代战争中仍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实用性。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巅峰之作，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。《孙子兵法》并非理论空谈，而是注重实践，它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军事领域，深入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随着全球化的推进，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在增加，随之而来的国际地缘冲突和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加剧。大国博弈中互相合作又互相制衡，身处当下的我们，如何理解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，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，甚至在不确定性中发现新的机遇，是需要我们深思的。本频道后续将结合现代战争的演绎，在大变局中解读《孙子兵法》的实际运用。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简易指南。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飞机、大炮等武器装备上的先进性，然而即使处于绝对优势，往往也会出现士兵和平民不同程度的伤亡。如何尽量避免伤亡又能赢得战争，就体现出了谋略的重要性。例如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中，美军采用了《孙子兵法》中强调的震慑敌人先发制人的原则，通过精确且猛烈的打击崩溃伊拉克军队的心理防线，仅用21天就攻陷了伊拉克首都，结束了战争。再例如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许世友将军就曾充分运用《孙子兵法》中强调机动灵活的战术，急如风，轻如火，遵照大纵深穿插作战计划，打破了越军的战术配置和地形优势，取得了最终胜利。甚至在近期的缅北战事中，也能看到《孙子兵法》的运用。不论是1027行动初期，同盟军以反电诈为旗号，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，还是之后的围城打援战术，通过谈判劝降、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都有《孙子兵法》的体现。无意中翻到一张有趣的照片，同盟军的一次会议上，彭德仁身后书法写的就是《孙子兵法》原文：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而这4句话正是《孙子兵法》中提及的4条战略选择。要进一步理解《孙子兵法》的理论思想，我们首先要了解《孙子兵法》的成书背景。《孙子兵法》诞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，孙子出生于齐国，他的爷爷曾经是武将，父亲是卿大夫，因此当孙子出生的时候，父亲为他取名武，字长卿，希望他一生尚武，在军事上建功立业。但是孙武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。齐景公执政后期，齐国大乱，齐国4大家族为了争夺土地、赋税、人口和财富，相互兼并。孙氏处于4大家族争斗的夹缝之中，艰难求生。于是在孙武20岁左右，他父亲带着一家人跑到了相对安全的吴国。孙武到了吴国之后，开始也没有求得一官半职，而是先在吴国首都姑苏城外隐居。他一面潜心研究兵法，一面观察天下大事，花了近5年时间写下了兵法13篇。这个过程中，他结识了同样喜欢兵法的伍子胥。伍子胥当时在吴王阖闾手下当行人，相当于现在的行政主管，负责安排吴王的日常活动。公元前512年，在伍子胥7次举荐下，孙武得以带着所著兵法来到吴王宫殿，觐见吴王，并受到吴王赏识，拜为将军。直到这时，孙武才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。随后，他与伍子胥共同协助吴王修建运河都城，经国治军，加强战备，制定了3分疲敌、持久消耗楚国战略，将吴军分为3步。第一步，出兵击楚，在楚军集结反攻时即刻撤退，楚军解散后，第2步再次出击，迫使楚军重新集结，如此反复。这灵活运用的3分疲敌战略，在1年之内使楚军备受困扰，战力消耗严重，士气低迷，以致用来牵制吴军的重要据点被一一拔除。孙武将这种3分疲敌的消耗战法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吴王原本有意乘胜追击，直接进攻楚国，但孙武制止了这一举动。他认为士兵经年征战需要休息，而且楚国周边仍有未征服的小国，南方还有来自越国威胁，在胜利态势未形成之前，不宜急于出兵。直到4年后，吴国逐步占领汉水、淮河一带，使附近的小国全部臣服，再加上原先楚国的附属国唐国、蔡国也因故与楚交恶，蔡遭楚讨伐，转而向吴国求援。在这有利形势下，
孙武抓住用兵时机，向吴王奏请攻楚，决定伐楚。孙武亲率吴军联合唐、蔡两国军队，一举突破桐柏山天险，迅速深入楚国境内。同时，另一支部队从北方沿淮河西进，越过三隘口，与南路军会合。孙武的战略规划大出楚国的意料，他们误以为吴军主力在北方，且北路军行动趋缓。楚军原本计划先摧毁吴军留下的舟船，断绝其退路，然后堵住吴军的去路。不料楚军尚未抵达目的地，吴军的北路军便已神速通过三隘口，与南军会师。更令楚军意外的是，未加防备的南路军竟然是吴军主力。孙武把战场的虚实运用到了极致。吴军越过楚军关隘后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未遭任何抵抗。当楚国反应过来时，吴军已经到达白举，以逸待劳，迅速击溃仓促来袭的楚军。楚军将领间原本就勾心斗角，竞相邀功，白举一败，楚军更是士气全无，兵败如山倒。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，从白举直逼楚国都城郢都，一路追击楚军，持续10日之久，最终逼得楚王弃城而逃。吴楚征战70年，至此终告一个段落。然而，孙武在目睹吴军攻入郢都后，从吴王到大臣，整日沉迷菜色，任由军队恣意搜刮、打杀劫掠，军纪荡然无存。孙武对此心灰意冷，在吴军胜利班师回国后，他急流勇退，飘然隐去，史书上再也寻不出他的踪影，只留下兵法13篇，为世人所传颂，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知的《孙子兵法》。《孙子兵法》最初是被写在竹片上的。1972年于山东临沂发现的汉墓中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就是写在约42厘米长1厘米宽的竹简上，每片大约30个字。这种书写方式也不允许长篇大论，所以孙武采取化繁为简的方式，他不讲战争具体过程，只讲干货，只言片语就阐明了一个道理。比如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非常简明扼要。孙子兵法流传至今，版本较多，重要的版本可分为2个系统。第一种是传世本，以宋代11家注孙子和5经七书本孙子为代表。第二种是检测文书，以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竹简《孙子兵法》为代表。由于年代久远，两者会有部分文字上的区别，需要我们结合具体战例再做分析。孙子兵法共计13篇，分为计篇、作战篇、谋攻篇、行篇、事篇、虚实篇、军争篇、九变篇、行军篇、地形篇、九地篇、火攻篇、用间篇。全书从13个方面详细讲述了行军打仗的要诀与智谋，共5900余字，可谓言简意赅，具有高度的哲理性。除了少数篇章谈及具体战争问题外，其余均可以视之为作战原则。如果用口诀来记，可以读作计、作谋、行事、虚征、九行地、九火用孙。最后一个孙字是作者名。孙子兵法在国外往往被译作战争的艺术或者胜利的法则。美国的西点军校也将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，可见其经典程度。2023年10月底，第10届香山论坛在北京举办，90余个国家的军事专家云集于此，共同围绕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的主题展开研讨。其中有一场孙子兵法专题研讨会尤其火爆，许多西方军事专家都把孙子兵法推崇为战争的艺术，称孙子兵法可以为战争提供新的解决方案。孙子兵法的最终目的是要以武止戈，以战止战。孙子兵法虽然距今已有2500多年，但其思想中蕴含的智慧和原则，在当今复杂多变社会中仍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实用性。本频道后续将通过战争实例多维度的解读这一经典，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简一指南。感谢您的支持，下期再会。